游在宁夏，吃在吴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。那来到吴中啊，有2个美食，一个美景，值得体验一下。这俩美食呢，一个是吴中的早茶，还有呢是羊杂碎。你看吴中虽然在大西北啊，但是呢也和南方一样有早茶文化，是西北风格的早茶。还有这个羊杂碎呢，也是这里的特色啊。最后这个意境是啥呢？是青铜峡啊，青铜峡水利工程在这个黄河之上。今天这期视频咱就体验一下2个美食，一个美景，走着。在吴中吃早茶的地方有很多，今天呢，咱选这家店啊，苏子拉面馆，在当地呢也是个老店，小有名气。那吃早茶为啥要去拉面馆呢？咱边吃边说。来，哇，这一进来啊，里边特别大，还有卡座，点菜就在这点，和这个广东早茶特别像。凉菜。这么多牛肉，牛肉必点。好，丰盛的早茶就上齐了。广东早茶呢是一个一个的蒸笼啊，那这儿呢是一个一个的盘子，而且广东蒸笼里头都是各种糕点、小包子之类的，这儿呢全是饼，所以啊，在当地戏称这叫饼子开会啊。但是这个说的有点太难听了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是饼子开会的话，那广东的早茶应该是包子打架。但是让我说呢，这就叫群英荟萃啊。不过坦白讲，这饼确实够多的。我点的算少的了，那饼更多，全是面食，真是来到大西北了。吴中的早茶呢，虽然种类很丰富，但是基本就是这4类，人家也有当地的特色。啥呢？看啊，茶、菜、肉、饼、面，就这4类。茶菜肉，茶菜肉饼面啊，5类啊，总共这5类极具特色。先喝茶，咱按照这一个流程来吃啊。看这个茶呢，还是八宝茶，这一倒有很多芝麻出来。哇，甜甜的，然后微微的这种茶香。这八宝茶啊，真的走到宁夏到处都有。在广东喝早茶呢，就是茶叶。你看人家这里头，好家伙，枸杞，这是核桃，枣呢就2种，一种是正常的枣，还有沙枣，还有桂圆，还有芝麻，还有茶叶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太丰富了。主打的就是滋补，里边还要加糖，除了白砂糖呢，还有冰糖，2种糖。看来啊，这和广东呢，还有扬州的这早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看这些料多么的丰富，这不吃啊都可惜了。对了，你看这就是西北人实在的风格，喝个茶还能吃，这里头的东西啊真的可以吃。哦，你看人家这个桂圆讲究啊，本来呢我还想把这个桂圆咬开，结果人家都扎了个洞。试试这个沙枣，小小的，哇，好吃啊！好家伙，这人来到大西北了。茶还没喝嘞，就吃着就能吃饱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多少料。当然呢，如果你一个人来吃啊，也可以来个盖碗的，就不用这么大壶。
喝完茶咱就慢慢吃，各种清口的小菜儿，吃个小凉菜，喝口茶，一下子这种悠闲的感觉就来了，这叫早茶文化。所以你看，在吴中当地啊，卖早茶的这些店啊，都是规模很大，为啥呢？就是大家吃起来很慢，尤其是三五成群，在这喝着茶，吃着一聊，基本上都是2个小时。尝这个清口萝卜，再尝这个富贵饼，里边有大块的牛肉，还有葱，啊，这就是个馅饼啊。吴中的早茶文化呢也是很有历史的，这要追溯到古丝绸之路。当时呢是商贾云集，因为这个地方往来着商客很多，大家呢在一块就喝茶，但是没有这么复杂。当时喝茶可能就是喝茶，或者是吃点点心，然后后来呢才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像现在这个规模啊，就是近20-30年才有的。这确实啊和广东还有扬州的早茶文化呢是一脉相承，都是因为这种经济往来，这商人啊谈生意，然后喝茶慢慢演变来的。但是呢，南北确实有差异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各种面食，饼子多。这个酱香饼怪不得是每桌必点啊，好吃。油很大，非常香。来这吃早茶呢，千万别怕胖。你看，不仅是面食啊，你看这个油，非常多的油，但是真香。香。再尝尝这个炸鱼，哇，这个颜色特别的诱人，你看，非常入味。这个鱼呢是凉的，像个凉菜一样，炸完以后放冷。这鱼的味道一口下去，让我想到农村大席。其实这些菜放在这儿，真的有点农村宴席的感觉。这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每一个菜不是特别的精致，就这种家常口味的，但是放在一块儿，茶一喝，哎。这种感觉就来了。千丝万缕虾，好酥好脆。这么多菜里头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牛肉，这个是凉的，它也有热吃的。你看这个片儿切的又大又薄，这称斤的我要的是半斤。这个味道呢，有点兰州牛肉面那个牛肉的味道。而且呢，配了一个蘸汁，多蘸一点儿。好吃好吃啊！牛肉又香又筋道。吃这个凉牛肉呢，还有一个吃法，要泡在这个热的拉面汤里头。所以说呢，现在到了吃拉面的环节，就是牛肉拉面。当地啊吃这个牛肉拉面特别有意思啊，除了正常碗，还有一个宝宝碗。啥叫宝宝碗呢？感觉就跟小宝宝吃的一样，很小。为啥呢？就是大家吃的太多了啊，就点个小碗面，就是热乎热乎，丝溜丝溜，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。我看很多大老爷们儿啊，最后吃的都是这宝宝碗啊，咱就别要宝宝碗了，咱要个正常碗的牛肉拉面。哇，热腾腾的牛肉拉面，这才叫吴中吃早茶的完全体。就最后的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牛肉，还有一个卤蛋。看这个面呢，有点像兰州牛肉面啊，其实西北的牛肉面都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哇，看着好香啊，这个面。把这个蛋放进去，卤蛋，然后大片的牛肉往上一盖，哇，这个感觉。再来上几片。
那为啥呢？在吴中吃早茶到最后都要来一碗牛肉拉面呢？就是因为人家当地的早茶文化不是从咱想象的茶楼里头发展而来，都是从这个牛肉面馆那发展而来。你像他家是苏子牛肉面馆，还有当地很多有名的，比如说玉香楼啊，还有香丁丁啊，等等等等啊，以前都是卖牛肉面的，这太有意思了。可能呢，最开始就是在茶楼里喝茶，那后来呢，大家估计是肚子饿，吃这个牛肉面，然后把牛肉面馆和茶楼合二为一了，就形成了现在吴中的早茶。这个面真不错，味道很棒，一口下去这个汤是咸香口的，味道很浓郁。吃牛肉拉面最主要就是汤头，一定要是咸香，千万不能没味很寡淡。尤其这个切片的牛肉在里头这么一泡，软烂可口。哇，美味美味！这就是豪华牛肉面，又有肉又有蛋。天下黄河复宁夏，塞上明珠青铜峡。南有都江堰，北有青铜峡。那我现在就来到了三门峡，蜘蛛峡。开个玩笑啊！我现在来到呢，这是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。站在这儿，滔滔的黄河水，再看见这个大坝，非常的壮观。这个大坝呢，能防洪，能发电，能灌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大坝的建立改变了宁夏无坝灌溉的历史。来上去吧，救生衣都穿好。现在出去了啊，现在。大哥，你看你救生衣进去，我是过来，过来。这一下船呢，就从三门峡边，从那个青铜峡大坝来到了108塔，我得扶着帽子，这把帽子都吹走了，这风太大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峡谷，起风了。这一幕感觉有点像动画片《龙猫》里的样子，太漂亮了。
这里就是108塔，它是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的产物。为啥是108呢？不是109呢？就是佛教讲究人有108个烦恼，这108个塔呢，就是你登上塔顶就能忘却烦恼。你看，就跟咱这个念佛的佛珠一样，也是108颗，念一遍佛珠，烦恼就忘了。所以说呢，大家来到这儿想忘却烦恼呢，就要登顶。你看阿星刚才也上去了，但是下来之后呢，一看，哎，也没忘嘛，这烦恼仍然在。你看风雨雷电，这变幻莫测。因为最上面有个大塔，我看上面写了一行小字儿，是上来也没用。佛家讲究一切随缘，四大皆空。开个玩笑，没那个小字儿，有小字儿也是阿星到此一游。下雨了，咱在这儿躲一会儿。大家讲讲这个青铜峡为啥叫青铜峡呢？因为这个河两边这个山壁的颜色是青铜色，所以叫青铜峡。这个据说古代这个神话故事大禹治水就发生在青铜峡这里。为啥说据说呢？因为全国有很多版本，有说发生在河南，有说在四川，有说在安徽，最悬的还有说在国外，你说治理的是尼罗河，说大禹呢是个外星人，这就有点玄乎了。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古代的时候黄河泛滥，民不聊生，一个叫禹的男人呢带领一众老百姓治理水患。这个大禹就说了黄河我不信治不住你，这黄河也挺犟哈哈，几千年没人治住来你来试试。结果就发生了，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。这第一回呢，据说他媳妇儿生孩子，就生他这个儿子，然后听见这个小孩哇哇哇这个哭声，大禹在门口经过，哎呀，心里头非常的凄凉。但一想呢，这黄河老小子还没治住不行，扭头就走了，心一横。第二回的时候呢，他这孩子已经在怀里头了，他的媳妇儿抱着孩子，那孩子说爹爹，那时候可能还不会说话，就招手让他爹进屋来。结果呢，他心里想，哎呀，这黄河水还是没治住，眼角含着泪就走了。到了第三回的时候，小孩都会打酱油了，10来岁，看见他爹，然后拉着衣服袖子往屋里头拽，然后爹地。结果呢，这个大禹一想，哎呀，2回了我都没回，是不是？心里头太难过了。看见自己的亲骨肉，说了一句：“切，一边去，大人忙着嘞。”最后黄河都听说大禹为了治他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好家伙，心里想算了，我也不跟你杠了你把我治住吧，这就叫大禹治水的故事最后果然治住了。逛完青铜峡呢，咱接着饼子开会，尝一尝吴中的羊杂碎。那我现在来这个地方是峡口镇，一个小镇，这儿呢是个国道。听说呢这儿有一家店很有名，峡口阿莲羊杂碎，15年老店，来尝尝。还有羊杂碎吧？有，就怕你关门了。这就菜单咱就来个常规的面肺羊杂碎，大碗的20。再配个饼子开会总共21。你看这到哪儿不管是大小馆子都有这个八宝茶。哎呀，滚烫！好，这就是羊杂碎就好了。其实，在整个西北到处都有羊杂碎，那每个地方都有，但是这儿呢是特殊的一个存在。为啥呢？因为吴中的羊杂碎它里头的食材不一样，香菜、葱花，然后这些就是羊杂。这个呢白白的是啥？
这就是特殊的一个食材啊，面肺子。这个面肺子让我想起来新疆的面肺子，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啊，把这个羊肺洗净，然后灌这个面汁进去。闻着好香啊！你看这21碗多实在，全都是肉，你看，还有肚啊、肝子呀，还有羊眼睛，好家伙，配上这个红油，感觉太香了。先尝尝这个面肺子啥味儿，蘸点红油。哇，这个口感就吃起来可以说和肺啊就一点关系没有，这个肺的味儿很少，基本上就这个面香味儿，而且口感非常的滑嫩。为啥很滑嫩呢？因为制作这个面肺子的时候，必须要把这个面筋洗出来，要不然你灌不进去。就用那种特别柔和、特别细腻的这种面浆，所以说吃起来口感很顺滑。你看切出来这个横截面啊，就感觉到很嫩。其实呢，这就像一个主食一样，就跟咱吃这个陕西的羊肉泡馍，这个就是馍，然后这些杂呢就是肉。这就是为啥我这个是20。你看，如果是纯肉的，就什么50啊、60、70、80，一下子价格就上来了。为啥？就是因为少了这个面肺子，肉更纯一点。你吃泡馍，你想你不要馍，光要肉，那得多少钱是吧？贵就贵在这儿了。哇，这口汤有多浓啊！就很少喝这个羊杂汤能喝到这么浓的，不愧是15年老店了，而且这个量特别足。你来到这种小镇上，就比市区这个量要足一点。另外，大家如果想来啊，一定要在12点之前，人家过了中午就不卖了。虽说是羊杂，但你看人家这个质量也挺棒的啊。这个是肉，然后这个呢是金钱肚，这一筷子下去啊，全都是好食材。我来的这个时间呢，好家伙，卡的正好，这倒数第2碗，刚一个大哥来啊，都没了。这个汤为啥好呢？我感觉啊，就是比较纯，就是羊肉的这种醇香味儿，没有任何怪味儿，没有膻味儿，或者是调料味儿比较重都没有，就是这种醇厚的这种羊汤的香味儿。饼子开会来了啊，这配饼子吃，一下子吃成泡馍了。又来一个，又卖完了。哎呦，哇，这泡馍有感觉了。老涮总爱吃个泡馍，一定要给它多吸点这个汤汁。这个汤也是咸咸的。果然啊，这大西北都是一样的，不是肉就是面，不是面食就是肉食。